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Liz。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8月的运势。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方式是，我会抽3个，就是8月会发生的状况，然后前面会先分析你现在的现况，你可以听听看有没有对应到。就是今天想尝试一个新的占卜的方式，没有错。好，然后由左至右是1、2、3，这个的话是黄铜矿，应该吧？就是我已经有点忘记它的名字，我们就叫它铁矿，好不好？它是金属。然后这个是闪灵钻，它是老朋友了，很常出现。这个的话是梅花碧玺。好，那还没有选好的朋友们可以先按暂停，就是感应一下。选好的朋友们，我们就从这个来开始解牌。嘿，那你们抽到的这张卡片是欢迎夜间魔法。那这个我们最后再来讲解，就是他想要给我们什么样的建议跟讯息。前面我们现在抽你的状态，第一组的朋友们的状态，哇，太阳牌正位。第一组们最近心情很不错哦，得到药生哦，但是可能过得蛮辛苦的。第一组的朋友们还有抽到这个权杖七逆位、教皇牌逆位跟恶魔牌正位。这一组的朋友们呢，心中可能有一个很远大的目标跟理想，然后你平常可能在人际关系的生活中，你会表现出无忧无虑啊，太阳就是大家的开心果这一面，就最近的能量的浮动是这样子。但其实我觉得你内心是有点累的，就是你可能要一个人应付很多的事情，工作啊、家庭、情感。这边有2组状况的朋友，第一组的状况的朋友是可能一个人应付就是应付不了，就是有点垮台啦，会有点手忙脚乱这样子。那另外一个状况是说，你终于意识到自己是没有办法兼顾很多事情或很多任务，所以你现在决定慢慢的放下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控制，就是一定都要自己来啊，才安心什么的。你可能会想说，要不要试图交给别人来一起合作试试看，就是试着相信别人。我觉得你可能最近也在练习这一件事情。那教皇牌逆位跟恶魔牌正位就很有趣，这个是教廷嘛，然后这个是恶魔，就是人的那个物质的欲望、深层的欲望，不论是性也好、金钱或者是情感，就是比较世俗的东西。那这一组的朋友们有2种状况，有可能是，可能不止2种，反正我把会有的状况都讲。就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有可能是要去突破，做一个新的事情尝试，因为我们教皇嘛，它其实是有一定的宗教的制度啊跟规范，就是要怎么做之类的。是在恶魔牌里面，就是性跟这种爱很纯粹的欲望又出现在这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可能有人想要试图打破自己的这个信仰吧，或重新审视自己信仰的这些价值观适不适用于现在的你。就你可能会觉得有些价值观太飘了，或者是你重新定义之后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就是之前的价值观跟这种宗教的教条到底符不符合你现在的所思所想。我觉得选择哪一个价值观都没有错，主要是要去厘清自己真正想要的
想要奉行的价值观是什么？你最近可能就在深深的想这件事情。那最近也会就是沉迷吗？也没有到沉迷啦，就是重新连接自己对物质世界的价值观。比如说我是怎么看待金钱的啊，男女之间的关系，就是等等的。也有可能这组是工作狂，就是最近工作蛮忙碌的，赚蛮多钱，但就很累，就是一个人要当10个人在用，这样子不停的工作。但你又要保持有乐观开朗的心，哇，这组的朋友到底怎么做到？就是工作狂，然后又有开朗的心，我可能做不到。就是我只要工作超出负荷，我就会很厌世。这组的朋友很厉害。那我们现在来看你在8月会遇到的3个事情，它不一定是很具体的事情，它有可能是一个价值观，或者是你内心的变化。我们来看3件事情。好，死神正位，然后抽第2件哦。哟，第2件，好，它是这样。圣杯7逆位，然后正义牌正位，第3件。哟，权杖6正位，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正在进行一个传统价值观的束缚的挣脱。会发生的3件事情是：第一件事情，你会去收拾掉你生活中跟你现在所需要，就是你不再需要的东西，适合你的关系，然后你的生活，你会让该死去的东西就死去了。就比如说，有些价值观已经没有办法现行在这个社会中了，你会做一个更新，迎来新的曙光。然后第2个是你会接受自己之前幻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之前就隐隐约约感觉到有些事情是没有办法再服务于你了，然后你明明知道，但是你就会假装自己还是不知道，就是不想面对。那现在这些不想面对的事情，它会一一浮上来，就是你要不面对也不行。它注定跟你的价值观有冲突，就是你要成长的过程中，一定会再接收到很多新的知识跟想法。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统合？旧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再服务于你，你也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就是欺骗自己说这个旧的价值观还是可行的。这样，那第3件事情是关于成功努力的事情，在塔罗牌里面。权杖6本身就有成功的意味，那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成功向前，可能你进行一个专案啊，或者是顺利的跟不适合你的人分手了，然后你觉得很轻松自在，就类似这样子的状况。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后面给你的建议哦。而且第2个状况，你已经看清现实了嘛，你就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就是比如说之前假设有人辜负于你啊，或者是真相还没有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误会你，然后最后会有一个公平的结果到来，就是你可能已经等待了一段时间，老天是会给你这个公平的机会的。就是如果你之前机会被夺走了，他会再用更好的方式回到你身边。那这边的话，权杖2逆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给的建议。高塔牌正位，哇，这组的朋友在面临巨变。这组的朋友们还有恋人牌正位，我觉得你们这组的人，你会把注意力往内收，就是不再往外看。你会看说现在这个生活为什么会活得这么凄惨？比如说，如果是这边，我觉得特别指人际关系、情感关系。那如果你之前可能被背叛啊，或者是你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
你要为了你的男朋友委曲求全，他可能卫生不好啊，你跟他一起住，你要委曲求全，然后配合他帮他收拾。但是你后来就想通了，觉得我为什么要那么委屈呢？就是我明明就可以更多的做自己啊，这样就是外面的这些警讯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必须选择一段新的关系，或者是断开这个关系，就是让你的人生进行下一步的更动。那这边的话有恋人牌正位，有可能你在看清了之后，你更了解自己想要的恋爱、想要的伴侣是什么样子的，是可以互相扶持的那种，而不是互相忍耐，然后让对方都难受的这种。我觉得你会看清楚你对爱的本质到底是怎么样的。对，这边我们来抽第二件事情，它的建议是金币八跟权杖侍者正位。那我觉得这组的朋友们这边很有机会是工作上的，就是他跟你说你要怎么看清这个假象呢？我觉得这个假象既然是水的能量，有可能是一些你的不安，就是你要去尝试一件新的东西，做一个新的改变的时候，你很常自己吓自己，还没有踏出去就觉得自己不会成功，一定自己的能力一定不足啊，没有人会欣赏自己。那他这边跟你说，你就去努力工作，盯紧你的目标，你想要栽培的这个梦想啊，工作跟成果，你盯紧你的目标，然后给他时间去灌溉，有耐心的陪伴自己跟要完成的事业，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自己想象中的这么的懦弱或者是无能，你其实比你想象中的更有创造力跟行动力还有耐力，你会被你自己吓死，我跟你讲，真的试试看好不好？我觉得这组的很不错耶，就是你看这样成功超爽的。我来看一下这个成功的那个建议是什么。魔术师逆位，钱币十正位，宝剑十正位。那这边的成功啊，我觉得是你如果在工作上有一定的积累了，然后你是有点犹豫的，或者是看不清，你就继续努力的工作。这个钱财啊，这边金币十有可能是家族会有一笔钱可以资助你，或者是有人脉可以去帮助你牵动这个事业，就是不用担心啦，你是有人罩的。就如果这个家族也有可能是代表你的先祖，或者是你的守护灵，你背后是有人罩你的啊，不用担心，会给你资源。但这边你要小心的是，有人会花言巧语你，或者是你就花言巧语你自己，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会跟自己说，哦，不用努力工作啦，那个我的实力这么好，就是一定随便弄一下就会红啊，那个钱就来了。就是要记得脚踏实地，不可以就是活在这种幻想之中。就是你心里想的这些的确是不错的，然后也可以执行看看，但你没有实际上的行动，它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跟成果的。那既然你有这样的改变，又要努力工作，调整新的方向，这一定是一件就是比较压力大的事情。你看成功，但这边也承载了压力，所以你要记得去调节自己的身心，做一个平衡，在赚钱的过程中跟你的生活要达到一个平衡。对，那这边的话我来讲解这个欢迎夜间魔法。你可能事情很多，要忙着工作啊、家庭、情感，自顾不暇。但他这边是建议你说，你可以在晚上，你可能洗完澡一个人的时候写写日记。日记不一定要规定自己要写的长篇大论还是怎么样，你就是很诚实的记录你今天的心情跟感受，然后它就会为你带来提示。你可能在写下来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你担心的事情也就只有这一两行就可以写完了，或者是说你在书写的过程中会发现了什么样的创意，就是会有那种突然来的灵感，
然后就把它写下来，它是可以帮助你在做创意啊、创意发想，还有想企划案一些点子的时候，它可以帮助你，让你进行的更好、更顺利。对，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夜间冥想、写日记、画画都可以，就是让你放松，然后可以简单创造的事情。就算那个画没有办法画得很漂亮，它只是简单的表达你的心情，那也可以。或写字，写字的话比较看得懂啊，就是它直接写在上面嘛，对不对？就是放松心情去试试看。第一组的朋友们在8月要完成的事情是有很大的机会会成功的，但是你要记得，就是不要沉溺在自己的幻想，要努力踏实的工作，然后接受这些巨大的改变，不适合你的会很快就崩塌了。这样子真相就会随之浮出水面。那要记得要相信自己是会成功的，但不可以因为相信自己会成功就懒惰，好不好？我也会这样，超好笑。我很常被提醒，就是不要再幻想了，赶快出去工作之类的，类似这种。那我就会开始动起来。好的，那第一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的话，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谢谢你们第一组的收听，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嗨，第二组的朋友们，你们好，抽到的是这个闪灵钻。那今天你们的这个讯息是，相信这个改变，相信这个转变。那我们最后再来看是要相信什么样的转变。我们现在先来抽抽看你最近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哎呦，很不错呢。钱币10正位，然后权杖6正位，宝剑10，好，再一张力量牌逆位。这组的朋友们可能最近的压力比较大，就是你在那个工作的领域上啊，或人生的领域上，别人会觉得你是光鲜亮丽的，比如说你有很好的家境啊，然后或者是你的个人资源很多，你可能赚很多钱，很成功，是可以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但其实你现在的压力很大，然后你有可能没有勇气去面对你内心的这个恐惧跟压力，或者是你已经面对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恐惧跟压力终于要迎来一道曙光。就是第一组的朋友们的境况会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成功，你这个成功的条件是你要敢面对你的恐惧，你才可以维持住你的这个成功的状况，会有点变成这样子。或者是你内心的不安是跟家庭有关系的，可能家里的大家都很优秀啊，然后你也不差，但是你可能会觉得你好像少了点什么，内心空空的这样子，所以才会造就你内心会有一些害怕失去力量的状况。这组的朋友有可能最近也比较浮躁，很容易脾气上来。那脾气上来原因有可能是压力大、天气热，或者是对自己没自信，然后每个人都相信你办得到的时候，你就压力很大，你就会很容易想生气。那我们上面的现况有对应到，我们就来看8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3件事，今天用新的占卜的方式，3件事，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发生哪3件事。第一件，权杖国王正位，圣杯5正位，哎呦，好，权杖10逆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啊，第一件发生的事情是权杖国王正位，这边要么代表你，要么是那个贵人，有可能会有新的贵人出现，或者是说你调节了自己的能量，因为你原本就有成功嘛，就代表说你可能在社经地位啊、公司
行号或者是周围的人，在他们眼中你是成功，所以你在这个之中一定有一定的地位，所以有可能是你会展现你的热情跟才华，在这个工作的领域上或者是生活上。我觉得你可能是那种平常生活会什么6点去健身啊，然后几点该干嘛就干嘛，对自己是很严格跟自律的人。但这样的人如果一旦出错，或者是自己哪里不满意，他就会陷入深深的责怪自己不够好。但是其实你明明就已经做得很好了。这边就有在第2张牌圣杯5这边有这个预兆，你看这边有2个圣杯立着，你可能会很悲观的看待你现在的一些事情，但其实事情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糟糕跟失控，但你会觉得有点难过跟无助，你会沉溺在这个难过跟无助的状况。比如说假设你工作在推动一个项目，或者是你想要晋升往上考证照什么的，你会没有办法相信自己办得到，就你内心是没有自信的。但其实你明明就很努力，然后也有一些知识跟资源可以做运用，那你会选择看不见，你会选择看自己比较不足啊，然后还需要努力的地方，会比较悲观啦。然后权杖10的话是这个8月，你可能之前有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在这个月会爆发出来。爆发的方式有可能是你自己轻轻的放下了，就是你不再让这些负面情绪给你压力，你去慢慢的梳理这些负面情绪带给你的阻碍跟停滞。因为很多时候停滞跟阻碍是我们自己的心念不够勇敢，没有勇气相信自己，然后阻拦自己前进的。我觉得你在8月的时候会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你也承受不住了啊，再多一点你可能就爆炸了，这样直接刷，然后这些木棍都在地上。那我们来看一下分别这3个事件会给你的建议。圣杯国王，不对，皇后逆位。圣杯6正位。皇帝牌正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好像跟上一组有一点点像，就是这边圣杯国王不是国王，皇后，圣杯皇后逆位跟这个嘛权杖国王，有可能你们是有一段关系正在进行的。那这边就简单说，这个是阳性能量，这个是阴性能量。男生就是阳性，女生就是阴性能量代表在塔罗牌里面。那有可能是你们的相处之间没有在一个平衡点上，你可能讲求务实啊，行动，你可能是用行动来表达你对对方的爱，但对方可能会希望你可以更体会他的感受，然后说一些甜言蜜语的话，让他开心，觉得自己是被照顾的，就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那另外一种的话是，这个是内心的你，这个是外面表现出那个很成功啊阳光的你，但你内心其实是有很多情感焦灼不安的。那这边的话圣杯6，我觉得这些焦灼不安跟过去你的在情感上的经验是有关系的。这边看有可能是家人或者是恋人，我觉得是家人的几率蛮高的，有可能是小时候的创伤啊，跟一些内心的过往让你跨不过去。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要去温柔的对待自己的内心的这个小孩。那如果你面对到关系有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女生阴性能量的这一方，比较柔和的这一方，她想要的是情感支持，但是你没有办法给予她，你要去懂得跟她表达出你的想法，还有设立界限。就是如果真的2个人对情感的核心的价值观不一样，是不是要考虑这段关系就到此为止，还是就继续努力？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对，或者是你
8月会遇到一个新的人，他如果是贵人的话，就是他是可以帮助你在事业成长的，但他跟你一样会有内心不安定跟焦虑的这种状态，你们就会进行情感上的交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更独当一面。就你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的好伙伴。这边8月的话，会有这几种状况，关于人际关系上的话，对，那也有可能是你在调整的过程中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情感去好好的接住跟照顾，你有可能会变成皇帝这样子的，就是我说什么就怎么做，比较霸道跟强势的这种状态，就看你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对应进去。那我们来看一下圣杯5正位，他要给的建议是死神逆位。好，星星牌正位跟权杖1正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自己伤心这个难受要赶快结束，你会逼自己离开那个状态。可是当你这样越逼迫自己的时候，你内心越是焦虑，越是没有办法放下那些痛苦跟折磨。对，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他这边跟你说，你不用着急的要结束内心的这个想法，而是你去专注在一个新的目标。你去想想自己有没有新的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之前没有尝试，然后现在想尝试看看的。因为这边有权杖6跟圣杯6，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过往就成功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正在做，你专注在这个目标。然后星星牌的话是你在工作上或者是一些你想做的事情上，会有一个新的理想，一个新的点子来到你的生命中，你要去试着跟自己的内心交流跟沟通，想想看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发扬光大。而且我觉得你要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背后是有人支持你的你看如果是这边这个金币10正位，然后还有皇帝牌正位，有可能是你家中的父亲，就是男生，会来帮助你，协助你去厘清你内心想要做的事情。他们会支持你用行动跟金钱好羡慕用行动跟金钱支持你，就是你只要专注在这个目标上就好了，不要想这么多，你要往哪里前进，你就专注在那个目标上，才不会被自己绊倒。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压力的部分。金币9逆位，圣杯9逆位，跟这是什么？宝剑5正位。好，这一组的朋友们，最后一件事情是关于压力。压力的话，他觉得你现在可以先不要想关于钱或者是情感，就是不要有既定的想法说对于钱的定义就是怎么样，然后把自己框住了，或者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强壮坚强，是个大人了，不应该再有这种害怕的想法，就是不要这样想，更温柔的对待自己的那些压力。对，那有人可能会闲言碎语你，就是说怎么都这么大了还是会感到害怕，还是会哭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人，他们的内心都会有一些伤痛跟想法是没有办法对别人说出口，没有办法让别人理解的。那这些闲言闲语就当作没有听到吧，因为他们没有站在你的角度想，没有办法理解你。你跟他们说再多，有再多的争执也没有用，就算你表面上跟他们理论战打赢了，你的内心还是很空虚，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去认同你。有可能你之前说出来的这个梦想是有被人家嘲笑或者是觉得不可能，但你还是想去试试看，所以这边才会出现，就是你要信任那个改变，这个转变，不要有太多的限制跟框架，一定要怎么样去发展。
这样子你就会有意外的收获。因为像我们有的时候在规划的时候，可能会很自私的说，我一定要照这条路走啊，才可以达到我的目的。但有时候可能会出现更快，就可能有贵人带你啊，或者是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出现，你就不用像原本这么辛苦了。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敞开的心，接受任何的机会来到自己的身边。我觉得第二组牌的8月运势是非常不错的，只要坚守着自己内心这个的想法，专注在这个目标上就好了。对，还有照顾自己的心情，不要对自己这么严苛，好不好？就是温柔一点。对，那谢谢第二组听到这里，有想要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嗨，第3组的朋友们，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个梅花碧玺，然后有这个力量动物牌卡。那第一个讯息是记得快乐与欢笑，第二个的话是就是找寻、探寻和平跟平静，让自己内心静下来。那我现在先来抽一下第3组的状态。我马上出来，钱币10逆位，然后圣杯1正位，宝剑7正逆位，跟金币6正位。这组的朋友们现在的状态啊，应该是一个有点奇妙的感觉。你有可能有一个新的情感的机会，就是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你的生命之中。那这一组的朋友们可能之前会遇到一个欺骗你的心，就是很常对你说谎啊，然后投机取巧的人。他有可能是情感对象，也可以是同事、工作伙伴，就有可能是之前的那个职场上是比较竞争的。那你有可能换了一个新的职场或新的伙伴、伴侣啊，新认识的，他是比较懂得分享你跟你分享他的资源啊，跟他的想法，跟你交流，就是他在交流的过程中是比较真诚的，不会骗你，不会刻意要塑造自己好像很有钱啊，这好像功成名就啊，家世显赫这样子。但这个的话也有可能是你，就是你之前可能会有一层保护色，因为你可能会觉得一个人要成功就是要有什么显赫的背景，很多钱，然后怎么样之类的。但是真的赚到这些钱，然后有了那些名声之后，你并没有比较快乐。所以你现在就是觉得说，我要开始关照自己的内心，不再对自己的内心说谎，要找到一个物质跟人之间情感上的平衡。这一组的朋友们的状况会是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会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皇后牌正位，宝剑9正位，权杖7正位。这组的朋友们发生的事情，等一下会抽建议，因为我们现在看会发生什么事。这组的朋友们在8月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让你压力大啊、失眠的事情，有可能你之前7月的时候就已经有点失眠跟压力大，内心的这种孤独啊、不被理解的压力，种种压力，就是没有人可以去理解你，你会觉得你在世界上是很孤独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不太了解自己，有点这种感觉。那皇后牌正位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一组的朋友们正在孕育一个新的，不论是产业也好，工作或者是孩子、爱情都是有可能的，就是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是这张牌也可以代表是贵人，会出现像皇后牌这样子的贵人，就是他对你是很有耐心啊，跟包容力，很知道你内心的这种情绪的伤痛，也是有可能的。然后这边的话还有这个权杖七正位，你可能8月会来很多事情，需要你一个人当3个人在打，这样子的感觉，就你会很忙碌啦。但是其实你的那个实力是很够的，所以你是扛得下去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后面的建议是什么。这组的朋友们有可能是遇到一个新的情感对象，他就像这个皇后一样，很慷慨啊，很懂得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然后也很愿意跟你分享，就是他的资源这样子。圣杯骑士正位，然后圣杯4正位跟权杖9逆位。这边的话，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就遇到了这个贵人，你会觉得你蛮喜欢他的，不论他是你的伴侣，他有可能是你的伴侣，又是你的贵人，就可以帮助你工作，又可以帮助你情感。但是你就会想说，我真的要去接近他吗？你是会有点犹豫要不要接近的，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配不上，因为你看嘛，这个是骑士，但是这个是皇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差了一点什么这样子，你会觉得自己某些地方还不够完美啊，然后配不上这一个人，或者是说，有一个新的工作机会，你会犹豫自己要不要接，就你的实力明明就很够，但是你会想说，要接吗？要脱离现在的舒适圈吗？之类的。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他给你的建议是，你可以好好的思考看看自己接下来想要往哪个方向走，然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就是你心目中很完美，像女神这样子的存在，跟你相遇的追求你，就代表说其实你是有这个机会可以把握住的，你要多跟他用情感上的交流，不要让这个机会流失掉了。对，拿出你的勇气啊，不要在这边又一直看一直观望，可能错过了你会就是吐血到不行。我跟你讲，拿出你的勇气，往前表达一下自己的那个感受是很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这失眠的状况怎么解决。权杖国王逆位，圣杯2正位，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会有一个新的情感机会耶。太阳牌逆位，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们，如果是这个就很有压力啊，会有失眠的状况，有可能是来自于出现了一个很好对象，但是你的现在的状况不够稳定，比如说情绪比较容易急躁啊，然后在事业上虽然看起来就是可以养活自己，还没有达到你心中的目标，你会自己有一个界定的想法，然后就让你没有办法前进，让你很忧郁，总是觉得自己还可以再更好之类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停下来，用情感的这一个方面去欣赏你自己。你看这边有情感的交流，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多跟别人交流想法，比如说他们真正是怎么样看你这个人，然后心中是怎么想的。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最好是你的内心真的已经可以接受这些话，然后你真的很好奇别人怎么想，跟实际上认识的你是不是有落差的，就是也许你可以从他们的眼中看到不一样的你，你会发现原来我还有这一面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你会陷入这样子悲观的状态，有可能是之前你在进行一些事情的时候是比较乐观啊跟积极的，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现在这个有点失控的状态。失控的话不一定是状态真的很失控，而是说你的内心是失控的，你没有办法掌握自己，你可能内心有一些过不去的坎，所以你没有办法掌握你自己，你的心是受伤的，你会想要让自己赶快好起来，然后正能量啊，感觉很好这样子。或者是说你生活中
你已经有点忘记你生活中那种小确幸跟很平凡的幸福了。就像有些花草有的时候绽放在路边摇曳，然后天气很好，我们就会觉得此时此刻是很幸福的。你会忘记了这种事情。我觉得你如果天气好啊，想要出去散散心也是可以的，对。然后这个权杖七正位，我们来看一下他给你的建议。情感对象，你会有一个新的情感对象，但是你会很犹豫要不要接。女祭司逆位，金币三逆位，好像他出来。皇帝牌逆位，我觉得会造成你要1打10的原因就是你的工作的伙伴可能不太靠谱，会给你出一些包，然后可能公司的那个领导啊，脾气也是比较暴躁，你有可能跟着这个主管久了之后，你也变成一个比较失控的状态。你以前有可能是比较沉稳，然后比较有同理心，愿意包容自己的人，但是跟着这种工作的心态啊，你就会变得比较急躁，然后要达到什么事情就不择手段。你觉得这样子已经不是你自己了，所以你会很害怕自己有这样子失控的感觉。这个现在的你让你觉得很陌生。那这边的话，这边的建议，我觉得你要先让自己静下来，感受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但对你来说可能不是很容易，因为你的生活节奏很快，然后你的烦恼很多，你没有办法找到你内心真正的想法。对，就你可能真正的想法就是我就烂啊之类的，但是再往后播之后，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觉得我就烂呢？是因为我已经变得很势利，跟以前不一样了嘛，我已经失去之前那个单纯的心了嘛之类的。这种是要很静下来才可以感受到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边对抗的话，你要先冷静下来，让自己恢复原本的智慧。然后如果跟别人交流，他如果没有办法理解你，尤其是工作上的同事，就不要跟他们讲太多，讲太多会让你受伤，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你，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没什么，是你在玻璃心之类的，类似这种，然后你就会变得状况会变得更严重。那这边的话，我觉得你要去记起来一些你的那些快乐啊，跟那种感受。之前你可能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但随着我们的钱财变得越来越多啊，你好像会变得需要去花很多钱才可以让自己快乐。但其实没有，你有的时候还是可以像以前一样，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喝到一杯手摇就很快乐，或者是在路边看到一只猫咪很可爱就很开心，类似这样子。要记得这些快乐跟欢笑的时刻。那这个是那个这种鱼，它是黄鲷鱼，它会随着那个海这样子流动。然后他们很懒，所以他们都会就是埋在沙子里面，然后这样子缓缓的前进。就是他要你学习他们的这个模式。有的时候如果情绪一上来爆发的时候，就先把自己埋入那个沙里面，让自己先感受自己啦，感受自己现在生气，为什么生气啊，然后有什么让我这么愤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去理清自己现在的状态跟看法，才能够改善自己这个情绪不稳定、没有办法控制的状态。你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找到那个和平跟平静，你才可以真正的感受到自己内心的心情跟感受，这是很重要的，你才不会觉得失控了。因为
你冷静下来之后，那些情绪退去了，你就会看到你内心后面真正觉得受伤啊、委屈的事情，你才有办法进一步的解决。对，那第3组的朋友们想知道更多，可以找我做个人占卜。然后，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拜拜。